内政部的职权没有办法给予立法委员，好。那但是呢，我们会一再提醒啊，这个立法院是不是本于他们的职权行使的部分，还有基于这个国际法25条的规定处理有关于这个职务解职的部分啊，会在善意的一直提醒。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李珍秀女士到底有没有提出这样的申请呢，仍然无从得知啊，因为我们不是他要给的这个正本的一个机关啊，那给正本的机关是在立法院。那但是未来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呢，可能会需要到宪法的法庭，不断的在践踏台湾的民主法治，这才是我们现在目前真正面临最大的危机。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我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国南、黄昌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庆煌，我哥好，大家好。好，你一定听过这样一个词“事事如棋，局局新”，好不好？重点是谁下棋，谁是棋子，整个局到底该怎么布？政治就是一盘棋吧。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双夏现在看起来，柯文哲整个在下这么一盘大棋嘛？李珍秀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一定都有法令的问题，都有这些。但这个布局可能从2天以前在他们提第一波的时候，就整个摆在这个里头。现在看起来也正是如此，不是吗？基本上台湾的政治就是一盘棋，对不对？而且变幻莫测。过去其实就到了2月3号之前，李珍秀，对大多数人讲名不经传现在变成一个所有话题、所有讨论的中心。连过去每天都有声量的黄国昌最近的声量是因为他今天帮李珍秀喊话，要搭李珍秀的便车，才看到有媒体要报道他。你要不说变化太大了。当然李珍秀的他的一个国籍问题、立法委员的资格问题，现在当然还是很多人都很有意见。但是很有意见，你们也看到已经走到了是上线上纲。上线上纲到什么程度呢？到底内政、行政权和立法权。到底韩国瑜要不要怎么去处理它，就变成是行政权和立法权的一个对撞。然后呢，昨天刘世芳讲了要不要宪法法庭，就更拉高到这个一个冲突层次了。但是你会看到，包含陈玉珍、包含柯文哲，还有一些人开始谈的是陆配的参政权。然后后面更上线上纲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的法律里面，到底对于跟大陆的法理关系、跟中国的法理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面其实难题哦。现在当然很多人都会骂那个什么柯文哲乱搞，可是民进党也尴尬啊。我记得就是像宪法第4条，20年前那时候施明德有评估要不要参选总统，但是施明德很认真，还组了一个司主席，建国方略，所以找了很多人。那一天他上午才接受访问，晚报出来，施明德说考虑推动修宪。那天中午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包道格那边就打电话来，看到报纸说你要修宪，我跟你讲，这是你们内政的问题，但是宪法第1章，特别是第4条，不要给我们美国人麻烦。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宪法第4条疆域，然后第4条，那现在民进党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讲说干脆修法你敢碰吗？国民党你敢碰吗？那你不敢碰就是一个僵局嘛，而这僵局就继续窝在这边。那对柯文哲来讲，他就高兴多了。为什么上次的时候是徐春英？那徐春英的时候，柯文哲有一句名言：“让子弹飞一下。”那现在呢？哇，李珍秀弄成这样子，让炮弹跑一下。这柯文哲，所以你看整个声量都集中在李珍秀。那对柯文哲来讲呢，我们学自然科学都知道，在医学里面叫做耗材我们在工程里面叫做中间产物。丢了就丢了嘛，它的效应就是一个阶段嘛。李珍秀不管怎么样。反正1年后他拿不出那个放弃，他就下台。可是这1年，也许3个月，也许5个月，他就是集中在这边，吸收了所有炮火。那柯文哲他们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他后面他还可以搞什么？他不管。但是集中声量。然后至于李珍秀来讲呢，就是耗材嘛。到时候撑不住了，那徐春英都可以放弃。李珍秀有什么问题？医学里面在抢救的时候多少耗材？你做医生的有人在乎吗？我们在做中间产物的时候，我们那些中间产物，我们可能回收一下，有时候也是直接的把它当成废弃物了。对啊，所以柯文哲就在玩一个李珍秀是现在柯文哲最好的政治耗材。而这个耗材集中了国民党尴尬，国民党不知道该怎么讲。
民进党当然炮声隆隆，但是民进党炮声隆隆1个月、2个月、3个月，你们能怎么解决吗？你们不能解决，这不能解决了，人不能解决啊。然后李珍秀呢，他要所知所不到就算了，他在立法院里面站上质询台，你怎么办？那又是一个画面，又是一个话题。那柯文哲就让你这个所有议题，所以现在很少人讨论326柯文哲的判决了嘛。所以整个议题、整个状况吸收炮火，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据说是柯文哲可能的某一个非常欣赏的人，毛泽东的名言。现在柯文哲就在玩这场局。OK，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上狗他真的已经到，其实这件事刚刚创下讲的，这一直都是一个深水区。平常讲，大家到最后都不知道该怎么碰，只是现在看起来就提前浮上台面。他浮上台面以后，现在就行政立法对干嘛？行政机关，你注意到第一个，从内政部长刘世芳称李珍秀女士，包括接下来是陆委会讲起来也都是这样子，甚或讲一讲，管委包括海委会，管碧玲呢就直接讲李珍秀女士的那个国家，反正现在大家讲，然后你讲所知，我就跟你讲，那我依照立院职权行使法我不给，然后你要质询，甚或他们讲的质询我也不上去让你被，所有的一切就摆明了是这样。可是另外这边立法院毕竟蓝白多数。可是蓝营在这里面要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那绿营就推给包括立法院长韩国瑜出来解决啊。当时的资料，现在看起来，当行政立法直接这样对看，尤其扯到密集以上的时候，大家就把这个活脱脱摆在台面，让他直接对决啊。当然，一件事情，这营造的就是一个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人当立委以后，我要不要提供你相关的机密资料？其实。坦白说一句话啊，内政部也没什么太多机密资料啦。好，比较多的机密资料当然是属于外交、军事、国防部啊、国安单位啦。其实我甚少看过，在立法院上甚少看过内政部有什么太多的机密资料提供。但上公你会注意到，刘世芳部长在这里面他直接说，他们认定，因为要包括国籍、户籍认定这些属于内政问题。是，他已经直接说，希望其他各部会跟进，所以海委会大概是第一个跟进。接下来大家要看你刚刚特别提到的外交国防，如果真的在开又有机密会议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不，外交国防就比较麻烦一件事，新科立委来啊哈，那新科立委来的时候，要不要补送115年的总预算案？如果要送总预算案，那就麻烦啊。我们常说的红皮书。上面就是一个密制编号，送到办公室，哪一间办公室签收第几号？外交国防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要不要送这份资料？好，这第一个，他马上就要面临到，因为那个预算红皮书上面就是密制，那你要不要给他？因为正常的话，外交机密的国防机密的预算哦，它不是只给。国防外交委员会哦，它是全部113位立委全部都分的哦。然后那昆城一定，那不是我把昆城也一定有收到嘛？那这个要不要送？马上出问题。好，那大家称之为李珍秀女士。第一件事情就认为她不具有法定的立委资格嘛。好，不然。你一看外交啦，不管什么，看到昆城一定李昆城委员，为什么？因为无论他的国籍，无论他的当选，无论什么都毫无问题，正式收到当选证书并宣誓就职，没有其他国籍问题嘛。所以当你底下称委员，就是我认定你是经过民选，所有程序合法合乎规定就职。哦，那现阶段，坦白说一句话，中华民国首例。对啊，这样中华民国首例嘛。好，那这一个程序过去，你对具有美国籍或外国籍的好处理，但是你对这一个事情里面要怎么处理？其实过去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完整程序。完整程序。所以当初我记得中选会被提名人，在立法院资格审查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中选会说那不是我的事。因为他是选务机关，他
它并不是国籍界定过了。那国籍法的主管机关为内政部嘛，所以内政部讲话很大声嘛。当然，内政部已经行文要求立法院要处理嘛。那现在立法院你看得出来，行政单位是默不吭声，默不吭声哦，因为行政单位现在立法院的解释是，我有没有权利叫他不要宣誓？我有没有权利不让他就职？现在说，国籍法不是我主管，不是我主管，那。你现在正式行文，然后内政部正式行文，你的文是怎么写的？如果写的强烈一点，不符合规定，其就职无法生效，等等。那立法院拿到这份文的处置态度，那当然，你说这一个流程过程当中，你现阶段有没有看到国民党大声的叫？并没有哦，没有，是民众党在大声的叫哦，而且民众党大声的叫也只限定几个人在叫啊，那国民党没有叫啊，国民党某种程度上大概也知道这个议题对他们来说尴尬，你说他是，那他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你说他合法，他永远不对啊，那你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我国是否同一国？你说它合法，它永远不对啊，那你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我国是否同一国？不是的话，你就得放弃啊。你能承认是同一个国家吗？现在最尴尬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承认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同一个国家。如果你说是同一个国家，那没有国籍的问题啊。那请问一下，同一个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那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会不会是一个大笑话？就这会不会是一个大笑话？所以你搞到现在的话，因为第一例，除了行政单位讲话以外，其他都保持沉默。保持沉默，它就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如果照上公刚刚讲，你接下来大概因为接下来你说到立法院要开议啊，到2月24号开议，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未来那个腥风血雨的场面。我不知道，就当行政官员，他就是内政委员会，他就直接叫内政部官员，然后直接上来备询，然后问了一些东西，这上面不答话。生活搞不好连上都不上去，然后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呢，我叫你提供资料，你不提供，然后李珍秀自己也讲，法律好像也没讲要处罚，那怎么办？决议，然后要移送，包括监察院要不要告渎职啊？大概就天天要玩这些东西啊。不，最简单的一件事嘛，2月24号一开议，第一个议程排的是什么？施政报告。施政报告当然第一阶段是政党质询嘛，政党推派人比例推派人嘛。接下来就是委员个人质询嘛。那请问一下，那个卓荣泰率各部会官员坐在底下，李珍秀上去质询的时候会是什么画面？是行政院院长率所有人退席吗？不讲话吗？退席吗？跟郝柏村一样。对啊，那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官员要不要上台？其实官员没办法不上台，因为你注意看立法院都是主席宣告请谁上来，不是委员宣告请谁上来。你看院会的时候，委员在质询的时候，请那个行政院院长，是由主席宣告，请行政院院长备询。那院长说了，你要不要上去？尴尬了。如果你上去都不说话，都不讲话，滑手机看 iPad 那这个场面其实是蛮诡异的，因为你知道那个场面蛮诡异的，那个场面会出现，当你站上去，那是不是就等于某种程度承认对方的身份或什么？那没有，你知道他很复杂这个问题，因为他
他是院会或委员会主席叫你上去请上去的，他并非是直接由委员把他请上来。你问昆城最清楚了，昆城也当过主席嘛，那一定是上来质询的时候都是，主席我请谁，然后主席宣告说，请谁上来，并不是委员直接请官员上来。好，那接下来所以他就尴尬了，大家就天天看到立法院里面，大家就这样默不作声，然后看着对方。你知道这个是太诡异一个状况，我不知道状况你要给大家看什么东西没有啊。我以为你要给大家看那个曾经发生过，没有，大家郝柏村当年就这样对，比如说郝柏村那时候是叫他全部退席嘛，手一挥全走，全部走嘛。但是自郝柏村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因为立法院一直在乱嘛，然后一直被询都没办法上台嘛，郝柏村一挥走了以后。立法院就修了规定，修了规定，院会院长是可以先行请行政院所有官员可以先行离席，他的规定是你可以离席，但必须经过我院会同意以后，你就可能说我们今天要谈一件事情，然后立法院鸡飞狗跳都跟行政院无关的时候。院长可以说，那是立法院长说，对，他是立法院会吗？不会，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嘛，对啊，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嘛，因为当时的规定就变成立法院可以请行政各部会先行离席，那韩国瑜会吗？韩国瑜不会啊，对啊。不会啊，所以接下来大家就看着开议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可是这所有的问题，刚才讲都已经到深水区了。可是除了这个深水区，清华，李珍秀有很多让大家讨论的很多地方。对，这几天越来越多，他离婚了。对。但是他开了一个顾问公司，那顾问公司的地址跟他前夫的诊所在一个地方，对，然后包括那个时间点，他是在争取提名的时候，然后就办理很多好了，这几天连那个他的那个申报的精品什么都被大家讨论完，也就是说这整个议题好听一点，所有的声量、流量、所有的目光攫取都在这，但另外一方面确实是争议很多。不但争议很多了，而且我觉得它整件事情就分作3个部分来讲是最清楚的哪3个部分呢？第一个，先看它的公司啦，这家公司呢非常有趣，它叫做新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啦。那探讨这家公司，你讲说这公司也没有什么啦，可是问题在于说，现在李珍秀的身份如果是立法委员的话，他的经营项目就真的是有什么了。那为什么这样说？你这个有趣在这个地方它的经营事项里面，你看它经营的项目里面，你看它洋洋洒洒一大堆啦。这一家新合力公司呢，它经营的呢有会展业啦、创投业啦、都市更新业啦、区段征收啦、投资新建公共建设啦、生物技术服务啦，然后还有造林啦、投资顾问、管理顾问、资讯软体服务、电子资讯供应服务。我就问你，这一家公司有横跨这么多的项目，它在立法院的质询会不会很容易踩到地雷，有利益回避的问题？我插一句话，那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有公司有这些营业项目的登记，大家为什么会看？还记得壮世代上一个壮世代，是后来大家回头从一个法案立完以后回头去检视，包括吴春成前委员，然后他的一些相关的登记啦，包括商标登记啊，类似这些，所以现在大家会检视这个也正常。对，也正常啊。那这家公司呢？你刚刚看到又是都市更新，又是区段征收，他现在对上的内政部请问内政部的项目是不是跟刚刚那些土地项目是有关系的？是啊，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嘛。如果李珍秀他的公司，他未来看起来依照他营业项目的话，遇到利益回避的问题，恐怕很难避免那更神奇的在这边你看他这家公司里面呢，还有一个这个还做了一个跟 ESG 有关的跟环境有关系的，然后呢，妙在这里你知道这个用新合力这家公司呢，出席在校园里面做分享活动的人，这个叫执行长这个人叫林冠年妙不妙？请问林冠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科黑的？他是不是因为高虹安的事件，从2022、2023之后呢，就变成科黑的角度？那你就问一件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李珍秀2023年还能够让柯文哲提名上去呢？这家公司是现在李珍秀冠名做负责人的公司呢？所以请问这件事情有没有非常奇怪？好。第一个部分我们谈的是这个利益回避的问题那第二个部分来更神奇了这个李珍秀呢，让大家在争议的当然是他的中国籍配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的这个问题嘛。那你知道刚刚前面这个有谈到说他的这家公司呢，我给大家看他的这家公司呢，在这个登记的地址叫做竹北市胜利8街1段239号。
那239号呢，大家只要使用 Google 地图呢，就可以找到这一张图啊。这个我直接帮各位找出来这张图，上面就是竹北市胜利8街1段239号。请问上面的诊所写什么名字？叫做大家诊所。所以等于说，他登记的地址看不到新合利这家公司，但看到这家诊所的名字。而李珍秀哦，他自己的介绍自己的经历里面，你注意看哦，他经历里面这边有一段我把它圈起来哦，叫做诊所执行长。请问是哪一家诊所执行长？请问是不是这一家大家诊所的执行长？那这家大家诊所执行长呢？你如果去看的话呢，这个大家诊所上面我连这个名片都找出来给大家看哦。这个大家诊所呢是这一位张姓的医师啦。那这一位张姓的医师呢，看了跟泌尿科啦这些有关的这些项目啦。好，那你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又有什么关系？他如果跟他离婚就离婚了嘛？但大家两个问题疑惑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是他离婚的时间点怎么就这么巧合？然后在他要争取民众党提名的时间，所以大家第一个直觉反应的问题是，他是不是在财产申报的部分有大家不想让大家看到的部分？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做离婚这个动作哈，这是第一个质疑嘛。那第二个质疑是，你如果去看这一位张姓医师的背景啊，就网友下面下去看了，去查了之后，发现这位张姓的医师当初是国防医学院毕业的，那国防医学院的毕业的敏感性是在于他可能当初有军人的身份，或是有军方的人脉嘛，因为他是在国防医学院毕业的，所以他有一票的同学。如果你去看这家大家诊所，在网络上可以 Google 到的范围里面，他被列为是国防医学院毕业的成员的所开的诊所的名单里面，所以表示他们自己里面有一票军中跟医师体系的人脉。那你就要问一件事嘛，那一个中国籍配偶，理论上按照中国国家情报法，他有要执行对中国情报义务的人。那如果她嫁给一个有军方身份或是有军医背景这样身份的人，请问有没有很敏感？很敏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网友在爬出下去的时候呢，觉得这件事情茲事体大。所以这是除了第一点我们在讲这个利益回避之外，第二点就是他的身份对于我们讲。这个大家在检视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身份的时候，是对于他担任立法委员有没有可能会泄露台湾的机密这件事情，疑虑会更深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越爬书你会对他的疑虑更深。好，这是第二件事我要讲的。那第三件事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李珍秀的事件啊，现在对于黄国昌、柯文哲都处于就是在消费他来刷声量的阶段了，再让自己的声量茁壮。所以呢，我还是要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关于。这一张啊，你再看看，这是林冠年挂着李珍秀的公司，然后在校园里面行走的照片。那你有没有发现，也就是李珍秀这家公司是李珍秀挂负责人，然后林冠年呢，他看起来跟李珍秀呢，至少在这家公司上面有没有合作关系？看起来是有的嘛。那如果有合作关系的话，一个是现在。负责代表民众党去接立法委员，然后一个呢负责在媒体上还是柯黑的角色。那我请问里面大家不就是在其中把李珍秀跟李珍秀的声量把它消费到极致吗？现在看起来就是你在看到黄国昌的做法，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说服力。所以好，我快速做一个最简单的结论哦。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的国家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让它落幕，那恐怕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啦。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的国家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让它落幕，那恐怕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啦。OK， 坤哲，接下来你们怎么办？就不能24号开议以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盯着刚上公前面讲的很多那种场景，然后包括很多委员会之间，大家都会盯着这些，总不能真的就是在那边大家相看，那不是相看两边哦，那是相看两厌，然后坐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备询台上，你看我看你。然后四目交接，然后大家都不讲话，或是资料这边不给，然后这边就讲，所有这些场景，那你们未来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政府的角色看起来，行政机关目前态度应该都会是这个样子。行政机关就是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国际法第20条怎么规定就怎么做嘛。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党团也发了一个公文给这个韩国瑜院长，好，就是说要针对呢这个李珍秀他的这个资格这个问题那请这个韩院长要做出一个解释，因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能够解职的，能够解职是这个立法院嘛，中华民国这一个国民取得外国国籍者，不得担任中华民国的公职，以担任者呢，除立法委员由立法院来免除其公职，所以呢，只有立法院能够来这个办理解职，这个李珍秀的这个程序嘛，那所以。
接下来就是程序就是在韩国瑜身上了嘛。所以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他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必须要在就职之前，他要有那一个证明文件说，我退籍，我退出这一个双重国籍的一个证明的文件。我办了，对，有办了，要把这个办的这个文件呢，要送到内政部。那当然有一份要给这个立法院嘛。那到目前为止，内政部都还没有收到李珍秀他所办理的，就是说我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这个申请书。那所以呢，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他的就职就是会有问题的。在法律的程序上面，其实法律效力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符合第一阶段嘛。你在第一阶段你都没有符合啊，这个在这个就职之前把这个申请哦，不是说你这个手续要完备哦，那是后来我们会给你1年的时间，你是连这个阶段连这个申请的这个手续你都没有完备，所以基本上你就职就是有问题的。好，那如果你就职是有问题的话，接下来的问题，我觉得就会比较好解决。比如说2月24号开始，立法院开议了，好，那开始有施政报告，施政报告之后呢，有政党的质询，那李珍秀会不会上去？李珍秀会上去。如果照目前那个民众党一定派李珍秀上去啊，有可能第一棒就派他上去，有可能第一棒就派他上去了。好，那在立法院的这个程序里面，好，那就像这个那个上公所讲的。就是好，这边站着李珍秀，然后这边坐着是所有的这个行政院的所有的院长，所有的官员都坐在那边。好了，那这个接下来韩国瑜，如果韩国瑜一直没有处理的话，一直没有处理这件事情，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先讲？你觉得韩国瑜会处理吗？我觉得韩国瑜不会处理，是吧？所以现在就变成对内政部说我没有收到，所以他没有认定他是委员。立法院这个地方，如果说韩国瑜院长这边行政单位也不处理。那就会变成他到时候一定还是在立法院角度，他是立委的身份在那。来，再来，但不对啊，因为韩国要先说明，因为到现在韩国瑜还没有说明说为什么他认为李珍秀的这个就职没有法律上的问题，他还是要回答嘛。至少我们有韩国文给，对，他至少要回答。如果韩国瑜认为说李珍秀的这一个他的效力没有问题的话，的确会发生那个场景。好，2月4号之后到了，好，来李珍秀。他真的，李委员珍秀发言，他就真的站在那边了。好，那接下来呢？韩国瑜就是说，好，那接下来，好，因为李珍秀就会说，我接下来要请，好，我要质询，好，这个行政院长，请卓院长上台。好，那个韩国瑜就坐那边，那请卓院长上台。那卓院长就有2个做法，他就坐在那边，我就不上去，因为就国际法的规定，你就不是立法委员呐，我为什么要接受一个不是立法委员的人来做质询呢？对，他就不上去嘛，一个不上去啊，还有呢，另外他就尊重韩国瑜主席上去啊，不讲话，不回答。我为什么要回答一个具有双重国籍的人？他没有资格站在立法院嘛？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你具有双重国籍，你就没有资格站在那边，你要来质询行政院院长，不行嘛？你不要说到之后的3月份之后，你要到委员会去质询啊？对啊，你站在我们立法院里面。在议场里面你要去质询行政院长，我认为说不通，那所以说，你说行政院长真的你要在那边，然后韩国瑜就是说，那请卓院长来这个做着答复。那如果今天卓院长做答复了，那他不是就承认他的正当性了吗？就会有问题了嘛。所以在2月24号之前，这个问题你不要先处理啊！你看立法院这一届无奇不有，真的是不是无奇不有？有啊，你说怎么可能一个具有双重国籍的人，他可以在立法院里面然后来质询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好，这整件事，来小平，国民党要扮演什么态度？因为国民党毕竟在立法院最大党。刚刚讲到，其实这整件事情不只是牵扯到我们自己国内政党之间怎么看，因为它牵扯到两岸之间的问题嘛。对，当然。刚才上海一开始就讲，连施密德前主席那个时候，包道格都还出来讲的话，更不要讲这件事情，国台办也已经出来讲话，现在都已经变成是这个样子。好，那再来修法，大家都不敢。然后接下来呢，就面对到刚刚坤城讲的那种场景。然后呢，国民党在这个地方，刚刚上公一开始就讲，看起来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并没有大声说什么，尤其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位置人都没有说什么。是因为你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太吊诡了，让子弹炮弹飞一下吧。第一个就是奇怪了，提陆配我们支持嘛，你提一个比较正常的陆配。什么叫正常？来，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我讲一下。你说，你们的中常委不是我这样讲，这个柯文哲主席，我先提醒一下，国民党其实是有提中配当不分区。对，你记不记得2024年有一个，还是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牛春儒？
只是他不在安全名单里面。对，没有排到，所以那个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只是国民党其实知道这个事情的。请问啊，数十万啊，40-50万的这个陆配，难道就找不出一个热爱中华民国，对不对？因为你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是不是就应该热爱台澎金马？他说他唯一忠诚对嘛？中华民国，所以我说就不正常嘛，我就讲嘛，我讲正常不正常，没有乱讲的哈。然后那为什么柯文哲先找个徐春英被收押，对不对？诈骗很多事，又找个李珍秀，然后说法看起来并没有唯一效忠中华民国嘛，听起来是这样嘛？从意识形态这个事情呢，我跟李珍秀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他没有努力的放弃中共的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个国籍没有放掉，就变成一个抗中保台最大的支点。支点就那个元桥桥，那个可以把给他一个杠杆，把卡车都顶起来了。是，他现在等的是民进党等的是几个大咖，郑丽文主席然后这个叫做韩国瑜院长，他是当事人，他是大家长。请君入瓮好，叫他们表态。那有一个声音一个很大咖，但声音很微弱，但版面很小，那叫做什么呢？那叫做卢秀燕市长。那前阵不是差一点要排进去修那国际法，有没有？有啊，那个蓝白嘛。他说有人就去督麦嘛，有些人躲嘛。刚刚你也讲，很多人在躲嘛，都没有表态哈。那时候是修国籍法，卢秀燕有说话，他说有说话，他说公务员应该唯一效忠叫中华民国，有没有？我的想法，这叫中华民国派大概念啊。那现在再拉回来，可这个事跟卢秀燕没有关系，他只是很大咖有这样的表态，其他都没有。是不是主流不知道，在国民党里面。那现在我跟你讲啊，反正是这样子嘛，我柯文哲会提徐春英，会提李珍秀，当然过程很复杂，提了哈，还有包含什么国台办要不要怎样，然后有没有黄珊的影子，全部加起来，提这个人进入安全名单是一定有原因的，对吧？当然啊，对。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提这样的人？有什么压力？这是白的事，我们不同政党。你执意会有压力吗？不，会有来自台湾以外的压力。同样就是。2020我们提的叫做吴世怀，他提的李珍秀或徐春英，都有一些若有似无、隐隐的压力吧？这是常事，我这样讲好不好？若有似无，本来就已经大家都是压力，还若有似无。那好，所以呢，再回这个，那问题是才刚发生，要怎么走，对吧？怎么走的话，我认为国民党因为民众党我们没有办法干涉人家。对，那国民党呢？他提什么跟我们没有意见哈。然后我认为国民党应该以卢秀燕的为主流意见。我认为他占尽了所有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真心你要讲说我唯一效忠中华民国，因为我是中华民国的立委。第二个上穷碧落下黄泉，我就飞呀搞啊，那个官房老公官房盖个章啊什么做到尽。我认为国民党才能支持。你觉得是态度问题？态度是不是？是态度。好，那但是小平现在眼下马上就要碰到的问题，刚才坤城有讲，现在民进党已经发函了，对，所以韩国瑜院长要被逼得要去做某种什么表态或什么，要不然就是出现24号。刚才大家讲的那种荒谬。如果韩国瑜没有回应的话，对啊，如果都没有，你们知道他渎职。那你们知道韩国瑜非处理这个问题，别人都可以不处理，他非处理不可，那怎么办？请问你韩国瑜跟卢秀燕是唯二的叫做热门的2028的总统候选人，他就消耗掉，失血而亡，你知道吗？因为变成抗中保台的支点。韩国瑜是唯一能处理的事，他又是热门的候选人，那柯文哲真的要这样弄，非提这个人或黄国昌把韩国瑜玩死吗？我就回到你觉得是柯文哲？我们很珍惜两个候选人，最有票叫做卢秀燕跟韩国瑜热门人选，这样搞是不是再回到这个前几天不是有发布美丽岛的那个民调，对每个政党的民调，本来我们一度超越，那现在稍微落后，就是变成民进党满意这个党43，不满意46，那国民党满意30几，不满意40几，等于负10。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共产党喜欢共产党10，不喜欢74，这就是一个10%跟74%的战争。就是一个10%跟70%的战争，而用个李珍秀作为支点嘛，这个战争我们划不来，你知道吗？我这样讲没办法，那个是白银发起的这一段呢，不蓝白合，
什么叫和？和就是叫什么？好的、坏的概括承受叫和嘛。所以要和到水乳交融吗？还是和到各有分际？是不是？这个都是大灾问。他李珍秀不重要，可牵出这么大的2026跟2028跟政党的支持度等等，这个叫支点。如果照刚刚小平这样讲到，所以白银如果柯文哲本来的想法，这个能够让民进党政府然后陷入到像这样的一个僵局或什么，照小平的说法没有。结果绑到了国民党，然后开心的做梦都吃了含笑半步癫微笑。我跟你讲，你说开心的民进党当然嘛，对啊，那这是你们蓝白的问题。可是现在局势看起来就是这样啦，那真的是蓝营结果因此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吗？国民党当然会很尴尬，尤其是郑丽文，那国民党党主席的资源是一个很不确定因素。如果你再讲话的话，搞不好这个事情真的会被扣分。那对于柯文哲讲，他第3大党。他本来就没有那么大，他会不会吸引到这个一些更多中配的这个支持？有可能呢，有可能。然后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不是热衷政治议题的人，会觉得乱糟糟的，有可能呢。好，可是回过头来，你还是先看一件事情，在法律上要去解决的问题，因为以前在不处理中配参政权的，当初定两岸关系条例的时候，在这一块本来就是模糊化。模糊的意思是等到以后看两边的关系怎么样再做处理，所以以前就一直模糊，但现在被搞到必须要明朗化了。先解决一个问题嘛，两岸关系条例有关这个参政权的部分跟国籍法的部分，怎么办嘛？他们这2个部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个是告诉你在就职前嘛，那就职后的那一块会撞到这个他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籍放弃的问题，那这个2部法律之间的关系跟模糊不清的关系，或者甚至矛盾的关系，谁可以处理？大法官。大法官剩5个，国民党接受吗？所以在法律上很难呐，实务上他就是站在李珍秀就站在那里嘛。那你就是变成对抗嘛，对抗下去，蓝绿各自基本上归队，还是回过来，那中间选民怎么看？好，那个问题有一个地方是会新增变数的，除了郑丽文主席之外，国台办进来了，这个时候就很讨厌。我想这大判断，一般台湾的人大概应该会认为我们跟中华人跟对面是2个国家。不管你是要用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不管你是要用中国跟台湾也好，就是互不隶属的民调嘛。因为连郑丽文那个时候都曾经讲过一次互不隶属。对啊，当然后面要接一个一中。你这一件事情上面来讲，对民间来讲会很头痛。就是因为他牵扯到的那个莫少成不只是李珍秀个人能不能当立委问题，是我对两岸之间的东西要维持或处理，或者是要让它变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它不是一个 yes or no 对很多人来讲，它其实是百分比、是比例的问题哦。它对于国民党是考验，对民进党也一样是考验。可是回过来有一个很基本的，这个事情韩国瑜绝对不处理。本来是民进党的头痛问题，我为什么要变成我的头痛问题？所以他不会回复民进党发函，我收到文我摆着。这时候他就说，就等到24号。我立法院长是超党派人我不管，因为我摆在那里。好，那你要用渎职罪吗？你要用渎职罪告发韩国瑜吗？韩国瑜是立法院长，检察官敢怎么样？检察官发传票给立法院院长，韩国瑜是因为韩国瑜你被告渎职，所以我要传你。如果这件事情发生，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时候你会比较偏民进党这边，还是会比较偏国民党这边？如果真的告发了，检察官发函了，发函给现任立法院长，我发传票，我没有具体哦，我只是发传票传韩国瑜来。你觉得一般的人会在那个心态里面，那个比例原则会怎么跑？这题没有标准答案。好，那没有标准答案，是不是表示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不会，1年以后他还要再来一次。
因为国籍法里面那个规定很清楚，1年以后你要拿出证明文件，那样写得太死了。所以1年以后，明年的1月31号那一天，还要再来一次。好，那是他就会一直当下去。不，你要回到没有那么简单。你要回到柯文哲角度，换人还是8席？好，对，当然。对。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小姐姐1年后就有机会。我刚才讲这件事情不是 yes or no 而已，它是比例尺。它会不会有政治后坐力？会。所以讲的越多的人，风险越高。这个事情讲的越多人，风险越高。那对执政党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不过这整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似乎现场所有的来宾大家都已经预言到了24号的场景。24号以后立法院会是什么样子？那对上工30几年立法院也没看过有这样的一些状况。那大家就看着这一段未来会怎么样，因为它牵涉到的太深水的一些的地方。那但是它反映出来的，可能东豪刚刚点出了另外一个，就是民众心中怎么想，而那个怎么想的那个比例尺，讲白一点啦，就是到底民众会比较同情哪一边，最后那个票可能会怎么流，大概多多少少都在这个里面会有影响。可是在这个角度，刚刚都说了，好，来清华，这是柯文哲下得起吗？那黄国昌，你刚刚讲他就是可能这时候要蹭声量，因为新北这一仗都已经无缝接轨，我总部也开了，我什么都弄了。可是他斗内就是直播斗内，基本上表示人气还是很旺啊，不是这个样子吗？但是他有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到底是斗内还是政治现金？因为他现在宣布他要参选新北市的市长嘛，那民众党也提名他了啊。所以民众党现在提名他的话，那等于说黄国昌身上有个新北市长的这个候选人的身份，那你就要问一件事情，请问现在斗内给你，他到底算是单纯因为看黄国昌爽，你的政治表演赞，所以我给你的斗内，还是他是人家这个因为你要选新北市长给你的政治现金？这里面其实开始有一个界限上面应该属于哪一种的判断问题了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黄国昌之前收斗内收得很开心啊。对，之前你没有候选人的身份，你当然可以收得很开心啊。可是正常的候选人呐，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选举的规定里面，你就是要到这个政治现金法规范里面，你就是要到政治现金专户的开立之后，你才可以收政治现金嘛。所以真正的政治现金是在4月之后，你才能够去收利的事情嘛。那你就要问一件事：黄国昌现在所收到的斗内，他到底是属于是单纯的斗内，还是属于政治现金的一部分？因为你不要说你现在没有那些身份哦，没有身份的时候，你可以很单纯哦。你要讲说你现在这个要当个直播主，没有人会去质疑你的斗内。你如果说你要去当个这个网红，也没有人会质疑你的斗内。但是你现在就是有一个新北市市长候选人的身份，不但有，而且现在是有个政党提名你。这个民众党提名这件事情是这个才刚这个热腾腾的挂上去的黄国昌的身份。那换言之，那请问现在人家捐钱斗内给你的话，如果他可以算是单纯斗内的话，那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呢？那以后其他的候选人，因为你知道这个像比如说我举现在选举的状况。那个一般的选举政治现金，像今年来讲，应该4月之后才要开政治现金专户。那在这之前，候选人有没有相关的行动？有啊。你像现在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初选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候选人要去运作？要啊。大家有文宣的需求啊，然后有基层互动的需求啊，这些要不要用钱？都要用钱嘛。那如果按照黄国昌我们讲述说他现在斗内方式是可行的话，那现在的这些候选人，他可不可以我也去开一个 YT 的频道，在 YT 的频道上面，请大家斗内给我。那他也不强调我候选人身份请大家斗内给我，然后钱就直接从斗内的账户里面进来了。进来了之后，这些钱进来了，都是属于这个 YT 上面的斗内，都不是政治现金。大家以后都比照办理，可不可以？黄国昌这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个案而已呢，而是如果此例一开，大家都可以比照办理的话，请问其他候选人能不能比照办理？我大家都是开斗内嘛，而且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我想内政部应该已经发现斗内的来源因为来自哪里是不明的然后那个 YT 的平台，对我们的政府来讲，你也很难去追踪所以钱从哪里来，你是不容易追到的那换言之，对这个候选人来讲，你们可以笑我说黄国昌流量有几万人在看，我流量只有几十个人在看，对有什么关系？我几十个人就是有本事，我有30人看，我就拿到100万的斗内，怎么样？就你没办法拿他怎么样嘛，就他说了算因为你无从追踪，无从去稽核嘛。那你无从去稽核的话，他就会出现这种明明看起来流量怎么就几十个人而已，他怎么可以拿到那么多斗内刷一整排这样子？那你就会觉得，那我就问你，
这个状况如果到时候发生，请问大家觉得是正常的吗？这是一个大问题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黄国昌的此例一开，以后大家都可以比照办理哦，那就变成是一个政治献金上面漏洞哦。我就不需要等到你政治献金法开始，现在像现在1、2月这么多政党在进行的这些初选。这些初选的过程，我只要有资金需求来源的包装一下、转一下，从 YT 上来，它能不能也变成是合法的？所以这就是我讲，是黄国昌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记录一下，我有看到你的看板，你也在初选。你看小平，对不对？小平多大度啊？对，那各自阵营里面，小平从来都不会 care 要去帮别人看板太大块了。对，新海路跟复兴南路口那个。小平我已经讲完了，大安文山区请支持我也在初选好。所以回过来讲，就是说他现在的做法呢，等于说黄国昌的做法如果是可行的话，那等于说对未来之后你等开了一扇门，而那一扇门会让我们现行的政治献金法的规范等于是无效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你看跟前面我们在讲那个。讲这个李珍秀事件一样，你有没有发现2件事情刚好都踩在这个我们讲说踩在一个很奇怪的点上面，法律的点上面去。然后你如果不去做认定的话，你会让原来的这现行的法律规定，它基本上跟被无效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黄国昌这件事是不是知识体大？当然知识体大。然后你如果不去做认定的话，你会让原来的这现行的法律规定，它基本上跟被无效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黄国昌这件事是不是知识体大？当然知识体大，因为如果内政部不再去进一步的去讲啦，或者说这个我们国家法律不再去做任何的解释的话，那以后光是在网络抖内上，抖内只有在 YT 一个平台上面吗？不是呢，抖内还有很多个平台。那如果这个方式是可行的话，其他平台的抖内进来都可以变成是另外政治现金的来源，而且那些方向是我们政府要做稽查跟稽核都有问题的哦。现在我们讲 YT 还是一个这个政府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还可以跟他互动，还可以发函给他。你知道有一些抖内的平台，你还不见得找得到哦，甚至它的伺服器都不在台湾的管辖境内哦。所以如果这件事情不去做规范的话，那对不起，对于台湾的选举风气来讲，我觉得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可能比大家想象中来的更大。如果从刚才前面李珍秀这整个事件一路往下走的话，那小平刚刚讲说，对于蓝营来讲，结果你明明是，如果你本来的想法是要去搞民进党，怎么搞到国民党这些？可是这跟蓝白合之间，上下大家都把新北拿来当做蓝白合，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因为黄昌最近动作很多，包括他提了他3点会比川博要来的棒，然后所有这些，可是对国民党主席郑文现在到底是那个包括政协会，因为两岸智库论坛他们的智库论坛，国共智库论坛那已经结束，然后现在看起来未来会不会有政协会，所有这些，它的重点到底该摆在那，还是应该先回防一下，就是所有的自己党内的这些事要先解决一下吧，先跟着聊一下吧。基本上有一件事情是你要考虑一个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他是不知道重要。还是他知道重要，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做任何事所以才是关键嘛。现在对郑丽文来讲，也许他抢先在4月川普和习近平见面之前，他可以先见到习近平。也许对他来讲，他是比较有把握的事情。然后现在一直讲到底李四川怎么样，刘荷兰怎么样，对不对？台中怎么样，彰化怎么样，党主席要出来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最大对郑丽文的一个危险。就是我记得就是苏贞昌那个最有名的问法，然后呢，然后呢，你要问11次哦。问对啊，到时候你把李四川和刘荷兰过来，你有什么裁决权？你裁决了有用吗？你去见了侯友宜，你可以给侯友宜什么东西让侯友宜心悦诚服吗？我跟你讲，他搞不好连一些台北市某些地方的议员。那可能他都没有这个能量，所以郑丽文现在能做什么？这就是国民党自己要去承受的代价嘛。你们找了这么一个名嘴型的党主席，所以只要有发声权，只要有怎么样，他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呢，他现在碰到的这真正的，这才是整个提名，它牵涉到背后的那个在地的力量的那么更深水的地方，你总要去搞清楚吧。你搞不清楚，你能够谈什么？你能够去说，两个来，我们那个荷兰然后川博我们以党为重，就讲这样子吗？然后侯友宜对不对？我们以党为重，你以为这样讲，然后就有吗？正常有人这样讲吗？没有嘛，这样讲完谁会理啊？谁会理嘛？对啊。但是他除了讲这个，他能讲什么呢？对你也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换，你也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你没有东西跟人家谈嘛？你人背后，我讲实话。
以前我就记得王金平讲过说，为什么他能去协调城？他说我去的时候啊，小平你的那个姑姑的大妈的谁，前几天我碰到。这个才叫做我对你的脉络搞得很清楚，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事嘛，我也可以知道说我能够找哪些的周围的力量做处理。郑丽文都没有办法，那李乾隆也许懂，但是李乾隆跟郑丽文有得到这么多的信任和信赖和授权吗？也没办法嘛。所以现在其实你说是郑丽文，我听到很多国民党在骂这个党主席在干嘛？但是我要问的是，你们怎么选出这个党主席？他能够就是这个样子，他对于国民党的理解就这么多，他的能耐就这么高。黄国昌现在那个选西北，当然很多人讲说到最后可能就没有嘛，被弃保，那不重要嘛。重要的就是这个到了8月9月登记之前，他就是在那边钉子户嘛。钉子户总能换到一些东西嘛。柯文哲就需要这些钉子户，就能够换到一些东西嘛。所以其实今天我会一直讲说，这个马年其实不管是怎样，国民党其实不是看郑丽文，国民党后面的运转恐怕都是柯文哲在幕后操盘。OK， 小平，对你们来说到底该怎么样面对这？而且黄国昌比你们还担心一些地方，他还会担心说宜兰、新竹、彰化这些搞到最后会不会输？你们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这？包括党主席要怎么布这些局啊？黄国昌是我觉得他对我们的担心我们是很感激的，我觉得是真心的啦。他跟可是他能做决定吗？重点是这个吧，对不对？难怪创家说是柯文哲在帮你们。请问你我讲最大的一个这个县市就是6都，就是新北市嘛。黄国昌有要真的爱选吗？因为你还在解决，本来快解决掉了刘和然跟李石川的问题，因为民调差很多嘛。而且我们国民党的选民在这个400万人口的这个城市在民调上也表示他出的交集啊。大家回忆一下，在座都是老手，回忆一下那个时候做对比式的民调跟苏巧慧，那因为刘和然还是国民党，那黄国昌是白的，是民众党，所以前一阵子对比式民调虽然输苏巧慧，但输的比黄国昌少。那现在因为国民党人希望，哎呀，你这个刘和然别搞了啦，李世川赶快出来了吧。然后，所以现在对比式民调是输给黄国昌刘和然，你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跟概念。好，所以就换句话说，因为这边拖，我们这边快解决了，然后你这边没解决白。那刘和然的力量又参选议员又会燃起来，那就更不利对国民党。好，那谁在操作这个事？黄国昌说我不要选3月比民调什么？问题是他现在他没有办法决定嘛，不敢不选。我不是说不敢，我又不敢，不是说不要，不敢跟不要。他怕什么？上面有个组织啊。请问你黄国昌的处境除了刚刚金黄讲的董内还蛮厉害，其他处境都很差，好不好？真的吗？第一个立委没了，大家对不对？谁没了？是吗？那第二个村里还被干掉，第二立法院对哈。第二个官司是不是来了？对吧？他不是立委还不传你吗？你以为台北地检署是吃素的吗？还是慈济功德会就不传你了？好，第二个，第三，请问你你那重新掌权是不是柯文哲？他只剩什么？他只剩主席这个位置，主席年底也可以改选了，也时辰也到了，所以今天他人生只剩什么？他老婆跟主席，对不对？就这个对他最重要的事吧，对吧？他家庭跟主席，那主席没有，很伤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你叫他变成一个路人甲吗？好，所以那主席能不能把他剥夺掉，那是柯文哲的权利，所以他只能唯命是从，叫敢不敢。不是要不要，我是要确定一下好，那柯文哲会不会派他当擀面棍戳我们国民党跟李石川的软肋？当然会吧。说你柯文哲吃素的吗？柯文哲的，我跟你讲，我还是怕，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柯文哲好心一点讲，柯文哲在黄国昌选到底，让我们怕了，那我们怕了之后呢，多换1-2个小的县市给我们，这个都算是善了了，你知道吗？对老 K。他弄到说，我根本就是鱼死网破，我把你搞倒。如果柯文哲真的心，我现在不知道，我只是揣测是这样子的话，那会怎样？那所以呢，我们跟人家谈很简单，最后一句话，不是没有任何条件，人家就跟你蓝白合，对不对？重点是你自己先强大，一边强大一边谈，边打边谈，然后他变小了，然后你才好谈嘛。
那我们牺牲最少的1、2个县市，然后举例说，假设张启凯的嘉义什么等等，如果只让到嘉义给张启凯选，然后新竹给高虹选。这个谈判就100分了嘛，就是主席跟民进党干这个活的话，那就厉害了嘛。你们现在要担心的是，郑丽文去见柯文哲的时候，柯文哲学川普 ，You have no cards， You have no cards。对，尚总，到底郑丽文在忙什么？郑丽文在忙什么啊？忙着主持中常会啊，忙着接受访问啊，忙着讲话啊。不是啊，可是这些刚讲的这些，因为蓝营2026这一仗啊，绿营因为2022他们只有5席嘛。是对蓝营来说，随便哪一席如果有什么闪失，你看连黄国昌都在警告他，你们可能丢几个地方，那些地方都碰到一些整合的一些问题。两岸的问题当然重要，可是那个重要到底是加分减分，又是另外一回事哦。那现在不是应该先想办法把这些事情先把它搞定吗？当然啊，你2026年的选举提名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那大家都知道要搞定啊，重点是搞不定啊，不是吗？对啊，你看新竹县不是考得也很惨烈吗？对，而且新竹现在是越来越多人跳进来讲话了，然后现在林维洲也跳进来讲话，每个人现在只要在新竹县这个地方有一席之地的人，全部都跳出来讲话了。对啊，那。你现在新竹也搞不定，台中到党中央协调也没看到主席出现。彰化里面家庭之间的事，大家也不方便插手。宜兰议长跟吴宗宪之间的问题也没有处理啊。那嘉义市是否就确定让了，也没有眉目，也没有一个定案嘛。那。就看到一个人说：“我们过年前会怎么样？我们过年前会怎么样？啊，那放心，我们过年前怎么样？那个就你一直尊奉的主席。好，过年前只剩11天。11天倒数。那现在话也放得很奇怪嘛。按这个，我们李四川跟刘和然要碰面哈，当事人有吗？我为什么没有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党的运作机制跟过去缺乏了一个跟地方上面熟悉而有交情，甚至于有人情的人，有人情的人嘛，你看过去那一个邱进成前一任是谁啊？我忘了，邱进成那时候不是新竹县。郑永基、邱进成2个人，对。当初邱进成是亲民党的，他要选呢，挑战郑永金的连任呢。那请问你谁劝退的？国民党的王金平。那你就说很多事情，你现在缺乏一个能够拿出人情也好，交情也好，能够坐在那边分析利害关系等等等等，去让某一方接受或怎么样。现在没有这个人啊。你说，李四川听郑丽文的吗？你看那个台中也搞成这样啊。台中，你看那个主席不是公开说吗？我也劝不了杨琼英啊。你劝不了，那你劝不了杨琼英，那就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是劝江启臣呢？要劝杨琼英呢？因为江启臣民调比较高。那好，江启臣民调比较高。对啊。那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僵局。那僵局为什么会是僵局？你不要再追问我了。你就爱搭话，不是？你们不是有个最高顾问没有拿出来啊？对啊，请顾问出来。对，你找一个最高顾问在那里。党内的确有声音说，是不是要请辈分高一点、有分量一点的人出来协调？那这个说法，大家听完了说，这不是就叫王金平出来嘛？但是最起码不会闹得那么难看。现阶段就是党中央的 power 不在嘛，不然你快一点，
你看卢秀燕说法，协调不成你就赶快办初选。不是，上公你讲这句话就是。大家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就要不然就把时间定下来就初选，就赶快办初选嘛。民进党那时候每一个地方初选，凭良心讲，过程也是惊涛骇浪的一堆地方，你就让他初选，大家定个时间，大家为什么奇怪了？你们党里面是没有初选制吗？有啊，对嘛？啊，你就协调可以，大家都同意用全民调就全民调嘛，协调不成就是7-3比嘛，就原来的制度嘛，是啊，这很清楚的事嘛。但是重点是。协调了半天，没有人敢做决定。你看新竹县，一个要全民调，一个要7-3，然后到最后第2次协调，有人呛你这么爱选，我们就开放。然后另外一边突然话锋一转，我支持开放，然后党中央说不行，已经进入了初选程序，要进入了初选程序，不可能开放。那初选程序就停在那里。你看到新竹县有任何进展吗？没有没有所以你现在党中央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处理啊？新竹县现在有党部主委吗？他不是他辞了吗？他辞了吗？对啊，那有党部主委可以出面协调吗？也没有吧。所以你现在会搞成这样，就只能说一句话嘛：党中央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可以去劝退。然后该做决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做决定，就整个事情就僵在那边，动都不动啊。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东豪，那自己党里面选战当然重要嘛，因为要拿到地方的执政权，最起码保住2022什么地方为中央这样子，接下来徐图2028嘛，地方是这个样。那忙什么？当然，郑义文会看重两岸嘛，两岸的这议题，国民党包括刚刚讲智库论坛所有这些。可是最近你发现，包括 AIT， 包括鼓励人，甚或美国像参议院就频频发话，在不管是军购所有这些，显然两岸这些议题里面，又牵扯到了，就是包括刚刚讲到那军购啦，这些全部都在这个里头。连国民党以前的立法委员徐玉仁他也讲说，有一些是美国的一些警讯，你必须要看，把这些全部都摆在这个地方，国民党千万不要介入，因为年底的选战动不好，搞不好真的会有一些闪失啊。看样子是一定要有闪失，现在只是不晓得那个闪失有多大。有多大？现在是不确定哈。那么讲，国民党过去蔡英文很强嘛哈，2次总统大选都压倒性胜利。可是蔡英文的2次县市长都输得很惨。好，输得够惨吧？一次是吴敦义，一次是朱立伦哈。尤其比较主要还是看吴敦义那一次啦。吴敦义手上的时候，任内的时候，他没有去凸显两岸议题啊。今天很多地方国民党能够连续打下基础，当初他提的7仙女很厉害啊。7仙女当然不是吴敦义这个培养出来的，大家知道要找人嘛，协调嘛，像新竹县杨凤科当初也没有那么容易看好啊。大家知道要找人嘛，协调嘛，像新竹县杨凤科当初也没有那么容易看好啊。今天跳出来的林维洲就是当时那一仗民调第1嘛，那民调第1的结果没有被提名。那次还演出，后来不是到抗议啊什么的啊，很多啊。好，那吴敦义怎么办？慢慢磨啊，可是慢慢磨不会没有进度。那国民党这次的很特别的地方是有2件事情，它形成了一个很泾渭分明的路线，跟赖清德之间。为什么要讲徐玉仁呢？如果徐玉仁现在还是，这是在你的脸书可以看得到，他讲军购细节不论哈，但是因为他现在不是立委，不是国民党的部分去立委，他这个基本上是在呼应是在呼应国民党你要正视美国跟赖清德政府之间合作的这个军购案这个是安全需求，安全心理。那还有这个15%的关税的事情，这几个扣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大的一个主轴。好，然后再配合这个萧旭成副主席，大家一定今天都看到个新闻了，他直接讲啊，
，AIT 处长古立原比不过国务院的一个科长啊。你知道这个是你认为古立原只是古立原，古立原不代表美国政府，史无前例。我们遇到了很多史无前例的事情。好，但是它会形成2大主轴。我为什么一开始要讲吴敦义？在2018年呢，你看国民党那时候输到什么状况？20几席而已，立委。那时候国民党幸存者只剩下几个？可是为什么那2018年有韩流，可以拿下那么多县市长，逼到民进党在2018年选完的时候，他对他的2020年其实是没有信心的。民进党自己的心理、自己的自信心都崩溃。你想想看，2016年民进党赢成什么样子，然后2018年会变这样子。当年的吴敦义有去凸显两岸这一个议题嘛？民进党没有打抗中保台牌嘛？都有啊，但是挡不住，为什么？你在内政这一块丢掉了一些分数，然后呢，蔡英文那时候改革的力道很强，这个退休年金的那个动下去，还有这个同婚的事情，这个社会一下子转不过来啊。但是现在的国民党呢，某一个角度讲，情势大好啊，民进党在立法院，被痛宰啊，今天的立法院我们讲了那么多，简单一句话嘛，就蓝白加起来，我可以痛宰痛宰你民进党嘛，1.25兆，想都不要想，2026年的预算不要想，你如果不听我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去拉两岸这一题，然后你的副主席可以去挑战 AIT， 你不是挑战 AIT， 你挑战的后面的是美国政府，然后你急着要办这个国共论坛，这2条路线，这个社会除了基本盘以外哈，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是基本盘，那非基本盘那些人在这2条路线，在亲中跟亲美之间，你要赌他选哪边比较多，本来不应该影响县市长的。国民党县市长再强，从这个时刻，从1月到现在，我们走到2月上旬，国民党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你觉得他在加分？民进党也会犯错，可是讲句很白的，15%对民进党政府对赖清德有没有加分？每一个人心中问一下，你大概可以知道嘛。这个加分是不是大到可以改变11月的投票？现在言之过早。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有没有做一个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对？有没有让你马上想到一件事情？我想到的是什么？救国团。救国团可以把他的财产拿回去。救国团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这是公平正义，好，公平正义啊。可是救国团跟我有什么关系？15%很重要。国民党在15%这件事情有没有很积极？好，你15%在中部一定有影响。然后呢，你的所有的县市有争议的地方，不是叫协调，是停滞。停滞的意思是你在浪费时间，然后再过来。中国因素不断被你自己的党主席凸显。我只能讲，国民党这次实在太厉害了，太强大了。可是坤哲现在看起来，刚才东豪点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亲中亲美之间，对，那现在看起来各政党是画下道，就是大家各自走各自的路嘛，是这样的。然后民众到最后做一个选择吗？刚刚讲到包括军购啦、供应链啦，这次从前几天，然后包括那个两岸的国共之间，包括他们的智库论坛，赖清德总统然后开记者会，看起来大家也在这个地方在做较劲，让民众知道各自的一些的选择性。可是如果真的一路这样往下走下去的时候，对你们来讲，现在看起来的话，未来这些军购啊，所有这些，难道在立法院里面就这样一直这样往下走吗？就这样一直这样下去吗？都没有比其他一些转圜的一些方式吗？现在就是军购条例特别条例，还有这个总预算都还卡在我们的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好，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在2月1号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转圜的，或是一个协调的空间因为毕竟民众党还有换了一个新的立委但是现在又卡到一个李珍秀这个问题，这谈不下去了，对，会变得很复杂。不是，我直接讲，根本谈不下去，好不好？好，那这是一块。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那其实赖总统他在这个前几天，他有秀出一张图啦，那个图就讲这个台美这一个经济伙伴对话，这个就是说，你未来我们在蔡英文执政、赖清德执政的时候，我们因为拖中。那所以呢，我们不论是人均 GDP、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的股市一路都往上，那只有一个往下，就是我们的失业率往下。那但是呢，过去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它是跟中国绑在一起的。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你不管是经济成长率或者失业率，经济成长率不高，失业率是高的。那所以其实就是分两块嘛。说未来你是要跟着往这个美国、日本、欧洲那个方向走，还是你要二次西进？你要往中国那个方向走，那其实这个主轴是蛮明确的。那其实这两个都跟我们讲的军购特别条例，还有未来的一个关税，其实都有相关嘛。好，那军购特别条例现在已经被挡在那边了。那这个过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这一个民众党的这个版本已经就复委了。那行政院的版本还被丢包嘛，没办法讨论。所以也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所以呢，包含这一个 AIT 的处长，或包含这个美国的这个。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都出来讲话，这一党这样子做，这个国民党、民众党这样子做，那其实就是在释出一个错误的讯息，就是说，那到底台湾有没有这一个能力跟决心要保护台湾自己？你觉得那是释出错误的信息，但是对于蓝白的一些政治人物，那为什么频频去再放出来的是另外一种讯息？包括黄国昌直接说没有哦。那郑丽文主席是讲说，那是民进党提供了一个错误的讯息，然后假消息让美国国会产生这样一些的误解。黄国昌是直接说 AIT 的古立言干涉我们的内政。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是直接讲说，对，那古立言不过比那个比不过科长大一点点，就是这样。为什么？好，那讲得很清楚了嘛。这个美国国务院已经打脸黄国昌了就是 AIT 所讲跟国务院所讲的，他们是希望说在野党能够通过这个1.25兆的这个军购特别条例跟后面的预算，所以绝对没有黄国昌去美国告洋状，就是说，哎呀，他在这个古立言在台湾给他讯息跟你们给我的讯息落差太大，或者说古立言你配合这个行政院在演戏介入这个台湾内政太深，国务院已经跟黄国昌讲得很清楚了，AIT 就是代表国务院。虽然台湾跟美国没有邦交，但是 AIT 的地位其实就是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AIT 的处长其实就是驻美的驻在台湾的代表。那所以你今天萧旭纯还去质疑说，那 AIT 的处长只不过在国务院的体系比科长大一点。我不晓得为什么萧旭纯去见了王沪宁回来之后，哇，把自己膨胀得这么高，他觉得我见到的是正国级的一个这个政协主席，那 AIT 的处长只不过比科长大一点点而已。他难道不知道说古立言代表是整个美国国务院、整个美国的体系吗？行政体系吗？他知道但是他宁愿这样讲，就是他选择另外一条路了。那除了军购特别条例挡住之外，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在担心，就是我们谈好的这个15%的这个关税，未来可能在农历前后吧，会来这个行政院可能会立法院。好，那如果在送立法院的时候，在野党又在对这个关税又是否决，又是说更改里面的一些协定的内容，或者是说里面的一些这个谈判的一些东西的话，那对美国来讲，你会觉得说，那对啊，那会不会跟韩国一样，就是说已经谈好的东西，那你这个韩国执政党不处理，那结果呢，我把你关税从15%加到25%，那未来如果在野党对于关税这个问题，协定也是这样做处理的话，那我觉得引起这个台湾民众的反弹会更大，因为你军购特别条例，大家可能没有直接的，好像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15%不叠加关税，对于我们的高科技的产业，对于中部的这些传产这个我们机械、机具、水五金等等这些传统产业，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这个15%不叠加关税受到影响的话，对他们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小平是国民党的某种政策是改变的嘛？因为以前国民党最常拿出来讲一个是说，国民党是亲美友日和陆或和中不管要用什么。朱立伦的主张。现在是整个这一套已经不存在了吗？因为当直接讲人家 AIT 的
的处长，那古立言是只比国务院科长大一点点。那当然，你们的算另外一个蓝白合盟的，像白银直接讲说，像黄昌讲的是说干涉内政，然后柯文哲讲的是民进党台湾不是民进党的唯一的依据啊，什么讲，不是只有你们能讲，好不好？那他们可以直接跟华盛顿沟通。那为什么要直接把态势呛成这样？国民党立场改变了吗？其实整个形势的转变，大家回想一下，2020那个时候年轻人大部分投给了蔡英文。好，然后呢，那出了一个政坛的张无忌，使出乾坤大挪移，把这年轻人变成现在是反绿的，对吧？你说柯文哲，当然，那绝对100-200万以上，20到大概20到39之间，他们那时候是占优势，大概只花了几年的时间，对，占优势占得多了。好，然后那变成我们在谈蓝白合，你不管他有没有反悔6点协议。所以现在变成这些年轻人，不管是2种人台独跟独台最多一点点中华民国派。你说投这个200万的20到35岁的这些年轻人，那因为柯文哲的原因种种，然后他就反了，跟着领袖走。所以呢，那我们蓝白合就变成应该是绿在最左边，蓝在右边，白在中间。我讲意识形态的分布落点。现在变成白在右边，那有强大的拉扯我们往右边走的力量，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讲蓝白的框架，再讲到国民党本身，然后这个朱立伦当然是亲美嘛，是当初跟差不多当选马英九当选总统的时候，2008那时候也相对亲美，甚至呢，那当然跟老公也往来，甚至都被他的爱将那叫金溥聪。就被抓去当驻美代表，当烟太子丹人质，为了维持，这本来就这样子，小国就只能这样做嘛，那怎样？那就维持就是平衡嘛，对吧？两边的平衡等哈。所以那今天呢，据王以知道，就是朱的主张，朱现在不是主席了，就什么都没有，对，人走茶凉，是。然后那今天呢，现在变成亲美哈。国民党本来就很多人不喜欢美国，民进党是天生恨老共，这个就是 DNA， 好不好？我们谈事情可以调，可 DNA 要全改变也难。那加上现在更有我们讨厌美国的这种的理由，因为川普对台湾很坏，对全世界都很坏，对台湾没有特别坏，对欧盟不坏吗？对日本、韩国不坏吗？那这就是所以就变成我们变成亲美的土壤，跟朱立伦定下的规矩。不赶快，真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土壤，你知道那种含金量。然后，当然我们的现在的主席对老共是特别友善嘛，对，跟朱立伦也又不太一样，所以才会有萧旭。那萧旭人当然比这个曾立文更右边嘛。他说古立言只比国务院科长大一点，我第一个大很多了哈。第二个古立言有没有决策？当然没有决策。可是古立言就听命办事，他就代表川普嘛，对不对？代表国务卿嘛，就我这样讲对吧？因为他就是大使嘛，虽然两国没有邦交等等，所以古立言是很重要的。古立言如果弄我们的话，是麻烦的，因为他有话语权，因为他好坏不会全部呈报给国务院，你知道吗？因为他会，如果你跟他弄拧了哈。就我两边都得罪不起，我觉得两大国弄拧了，他说你多说几句话都很麻烦。你觉得是萧旭仁自己要这样讲，还是党里面高层都是这样想法？我觉得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比较偏这样。好，那最后一句话就是，1.25兆就赶快给他特别条例复委，也对，是，然后内容再来大辩论，再来谈。我觉得还是维持一个中美两大国平衡的角色哈，我觉得相对好了，我觉得。1.25兆就赶快给他。特别条例复委，也对，是，然后内容再来大辩论，再来谈。我觉得还是维持一个中美两大国平衡的角色哈，我觉得相对好了，我觉得。但创下，古立言最近非常拍照，每个地方跑，大家都知道。你说跟蒋万安见面啦，跟卢秀燕市长见面，这些都见面。他跑台湾最南端，去跟周春雨见面，为什么？其实基本上呢，古立言在执行一个，他是大概是我们看过最勤快的 AIT 处长，对不对？而且最爱曝光、最爱讲话的 AIT 处长，但是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台湾的安全。但是其实你要慢慢的去理解，台湾的安全不是美国多爱美国，台湾是
台湾的安全跟美国的安全绑在一起，而这绑在一起，台湾不重安全，美国也会有危险。你要看到，包含是韦克尔，包含是苏立文，包含连民主党的盖爷哥，他们都在讲的，其实他们在乎的是你台湾不安全，我美国就不安全。然后这里面更明显就是，他竟然呢，你去台中啊，看看那些精密机械无人机，大家都合理嘛，一位的跑去了屏东跟周春米谈，那个真的是对未来是太空港。7个月前就讲这个要太空港啊，美国呢这个已经在那个休斯顿那边有个太空港，其实美国有10几个了。他们的太空港是什么？这个整个飞机就将来就非常超现代的，它如果从美国飞到台湾，2.5个小时。2.5个小时，那样一个就几乎就是他们叫做次轨道飞行，然后这样一个飞机就直接过来，然后美国现在当然10几个地方做了太空馆，但是多贵呀，它次轨道就是在大概20公里以上，一直到大气层那个边缘，太空的边缘那个地方次轨道飞行，所以它只有阻力更小，飞机更快，而且极超音速，所以大概可是这里面。说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太空港。可是这里面其实是有 mega 的，这 mega 是什么？台湾的安全跟美国息息相关。因为次轨道是美国在这么多年以来最轻忽的一块，因为这一块里面很难嘛。但是呢，美国有几件事情发现次轨道很重要。第一个，全美国人开始那么讨厌中国，什么时候开始的？高空气球。中国特别花力气就在这个次轨道，然后再过来。极超音速飞弹，它的那个打水漂的全学生弹道飞在哪里？飞在这个次轨道。然后呢，最近呢，他们对付星链计划，中国在讨论，国防大学里面在讨论要布1667个次轨道卫星，然后就来遮蔽。所以如果要打台湾的时候，它呢又让星链不能进来，就是那个卫星就在次轨道发出遮蔽光，所以遮蔽电波，那我们台湾就没办法使用星链。所以这3个地方，那对美国来讲，你说真的，一个次轨道飞机多贵啊？我相信连你都觉得说你不要花钱去100万美金坐一趟，对不对？然后你说有什么货物需要这么急速、这么快？但是那个是未来式嘛。但是我要坐这样一个飞机从太平洋从美国到这边，我次轨道要不要有通讯设施？要不要导航设施？要不要很多的监控设施？因为飞机飞在那里面多危险啊！你如果这茫茫的就空间迷向就完蛋了。所以美国是在利用这个状况部署次轨道横过太平洋。庄家，你的意思是说，那表面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太空港的一个商业模式啊，一些很炫啊，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战略布局前置的一个，先要做完所有的设施。就金穷之外，可能是钻石穷了，对不对？就是连极超音速飞弹，连那个高空气球，连你那个次轨道卫星。美国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而且那是完全的是合理的，因为我要导航啊，我要监控啊，所以那至于呢，其实美国现在已经不是鼓励人问题，我觉得形容叫做1984那本书的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美国在看着你，最明显是盖爷哥，苏立文讲话，韦克尔讲话，他们都共和党的，但是林佩强一讲话。盖爷哥马上发脸书，民主党的，代表着台湾的所有资讯，现在对美国来讲，他们是随时随地，所以已经不是鼓励人了。那至于要怎么解决僵局，我会给你们一个建议啦，派你们驻美代表去跟川普谈一谈，源头打击。我在想到源头打击，就是只要国民党和民众党再挡一次台湾的那个军售，就把中国的关税从47%到57%，然后再过来就是57%到67%。就只要挡一次就加一次，源头打击，到时候那个王沪宁就会跟那个消息人讲说，你们处理一下，你不要乱讲话，你不要再讲了。对，因为未来国际局势到底会怎么样？可是刚刚讲到，正好，魏哲家去跟高市长碰面，大家当然都知道，这一定跟台积电有一些的关系。对，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好，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画面也很经典因为魏哲家去年是跟川普见面，今年是跟高市早苗见面，所以他等于台积电的总裁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去年跟川普见面，今年跟高市早苗见面，不但见面，今年还又留下一个经典的画面就是这个画面。大家第一时间看到这张图的时候，都在想说，为什么高市早苗看到魏哲家他的下巴是掉下来的？你看这个
那个高市早苗很惊讶的下巴这个往掉下来的这个表情，让大家觉得说，为什么高市早苗？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民调非常的强势啊，而且就在这个礼拜天，日本最新的大选结果就会出来了。日本自民党很有可能在高市早苗领导之下单独过半哦，那他的整个执政联盟有可能达到可以修宪2/3席次是有机会的。所以等于说，在这个情况之下，高市早苗跟魏哲家两个之间见面，就变成昨天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话题啦。结果呢，到底是这个魏哲家拿了什么东西让高市早苗下巴掉下来了？结果原来是他拿了一本书啦，这本书是在高市早苗2021年时候写的著作啦。那2020年的重要性是，当时就是拍板了台积电呢在熊本投资设厂的时候啦。所以呢，等于说魏哲家拿了这本书出来，告诉高市早苗说：“我有看你写的书哦，我知道你对半导体有你的见解哦。”然后高市早苗那时候听的表情呢，就是一脸就是很惊吓的样子。但是其实他那个表情看起来是刻意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好，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哦。魏哲家是到这个跟高市早苗去做报告，他其实本来也要跟日本经济产业省做报告，为什么呢？因为台积电在日本本来预计就是要投资2个厂，熊本1厂跟熊本2厂，那为什么要去做报告呢？各位要知道呢，这个日本这2个厂熊本1厂呢大概拿了4-5千亿然后熊本2厂大概也拿了7000多亿也就是说熊本2个厂。日本政府花了1.2兆投资台积电去做设厂，那换言之，2厂占了最多7000多亿那所以他要从6奈米改成3奈米的话，那魏哲家当然要去跟日本经济产业省做报告。只是这要讲第2段了。那为什么要讲第2段呢？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情，台积电只要跟日本经济产业省报告，日本经济产业省不可能说不行啊。你把它从本来预计的6奈米改成更先进的3奈米，那个日本经济产业省还跟你说不行，那这个太奇怪了，那这个就太猪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所以呢。换言之，他会魏哲家跟高市早苗这个见面呢，一定在这个时候，我猜是这个日本的总理府特别安排的啦。等于首相那边特别安排说跟魏哲家去做这个见面，因为这时候刚好又在大选。对，各位你要想说这么刚好呢？这个昨天是礼拜4也就是再过3天的时间，日本就要大选了而在这一次日本大选里面，这个高市早苗所主打的重要的政策之一有几个部分。第一个，他认为要让日本列岛给各位看他认为这句话是这次日本的自民党几乎所有标题都是用高市早苗搭配这句话。这个日本列岛要变得更强大更强韧，而且更富有。这个日本列岛要变得更强大更强韧，而且更富有。那他这一句话呢，就变成一个简单的 slogan， 传达给全日本。那这一句话还搭配他讲的日本5个力啦，什么意思呢？日本的5个力是说，他这是讲到日本的这个外交力跟日本的国防力防卫力。那他讲的是对于国家的保卫，所以等于说在国家安全政策他琢磨一大块，但是另外几块。强调技术力、人才力，然后跟情报力。那请问人才力讲的是什么？技术力讲的是什么？是不是就跟台积电有关系？所以等于说，高市早苗一面在告诉全日本说，我们要拉最新的技术，而我们日本过去有强大的这个底气可以让我们科技上重新来变得更强大，然后让税收、让政府的税收变得更丰裕。这一件事情，高市早苗在讲了。台积电刚好变成是一个很好背书台积电刚好完全背书了高市早苗所讲的这些技术力这3个字，所以等于魏哲家跟高市早苗见面的时候呢，特别就这个等于魏哲家跟他报告说 AI 的这个领域里面日本以后可以做东西就很多了。然后高市早苗当然就顺着他的话直接接过来说，到时候因为你知道高市早苗上任的时候列出来17项要投资的这个战略产业，那这17项要投资的战略产业许多都是跟 AI 这些有关系的，所以等于台积电跟高市早苗所讲出来的是一样方向一致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魏哲家把这个熊本2厂变成是3奈米的时候呢，这个高市早苗当然这个一拍即合嘛，马上拉来见面啊。所以有人开玩笑说2个见完面之后呢，搞不好日本自民党民调再加5%，5%一加上去呢，礼拜天的大选完了之后执政联盟过2/3都有可能。各位你要知道过2/3是什么意思呢？日本的2/3众议院2/3的席次的意思就是他要修宪也可以呢。日本这么多任的首相要修宪是难度之高，难如登天呢。结果没想到在这一次，有可能这一助攻之下，那口气就过去了呢。好，最后我回答一件事情因为一定会有人在问说，那台积电到日本去投资这个，把它熊本2厂。6奈米变成3奈米，有没有可能会变成掏空台湾那我要跟大家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讲简单的数据就好。这个熊本2个厂1个月晶片产能呢，能够做到这个10万片以上，这个量已经是很多了啦。但是呢，这个数字占台湾每个月生产的晶片的占比呢，可能只有几个%，就非常非常的小。而
台积电的营收规模会有多少呢？好，在未来5年的时间，会从去年的3.8兆，根据台积电法说的说法，会成长到7兆跟8兆以上，也就是整个营收规模往上翻了1倍。但日本这个地方就是熊本1厂跟熊本2厂，所以呢，那个熊本1厂跟2厂要掏空台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就真的跟9牛1毛一样而已，那个产能是完全不足的。然后好。熊本这个地方，有人会想说，那都设2厂可以设3厂啊。那我要这样讲，到目前为止啦，根据我去熊本看了几次，他要设3厂，目前卡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是整天在塞车了。也就是说那边的土地跟道路规划看起来都还不够完整，所以台积电第3个厂目前在日本那边看起来，这个恐怕规划是有难度的。但是呢，要达到掏空台湾这件事，恐怕是落差非常的遥远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行政院告诉你说，到2036年的时候呢，台积电在台湾的产能占比仍旧是占80%以上。OK， 来，双哥，最后2分钟，请问一下，因为这个包括今天我们的国防部长顾立雄部长也有讲到汉光演习啊这些，我们会做一些的改变，包括跟美军的一些制度上面一些的改变，他会做什么样一些改变？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到军购，它所谓的北约 Plus 那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过去我们是超过1400万美金的军售案就要送美国国会批准，提高到要到2500万才需要送。第二个就是说，原本从45天，知会国会原本从45天缩短到30天，现在又缩短到15天，所以在采购的军事采购流程上面，它变成加速了所以他会说北约 Plus 就比照北约，另外就是说，美国军售的时候，对于售出去的东西，它会严格限制，你不得随意，未经他们许可，你不准随意转售。但是它里面也规定了，就是说可以盟友之间转售给台湾的一些的严谨度，它放宽了。好。采购的军事采购流程上面，它变成加速了所以他会说北约 Plus 就比照北约，另外就是说，美国军售的时候，对于售出去的东西，它会严格限制，你不得随意，未经他们许可，你不准随意转售。但是它里面也规定了，就是说可以盟友之间转售给台湾的一些的严谨度，它放宽了。好。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我们的军事训练所谓兵科基地训练它现阶段我们原本是5到7天，它现在改成了14天，而且14天里面9天到十几天，它的规定里面就变成一个什么连续性24小时。它就是要让训练的过程当中，让你能长期以及你的心理素质、压力上面的提升。因为他现在要10天9夜、24小时连续对抗。那当然，作战的意志跟你作战的整个的态势里面，它透过强大的压力上面，让你能够承受。这未来模拟，如果一旦作战的时候，你能够承受那个作战的态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教召我们的教召大概5到7天也要走进历史了，也要变成14天了。它要改成14天。那14天的时候，它要你的后备部队里面把你有一种原兵归原位，就你的专长是什么，要恢复你的专长去归位。然后才能强化你在14天的教召里面迅速的恢复你的掌握你的专长，那就强化了我们整个的后备体系。那当然，我们之前有一个国防创新小组，这个顾立雄上来以后仿照美国成立的那它分为2个部分，一个叫小批次采购，一个叫做原型开发。他透露了小批次那个小批次采购，它是先买小部分，然后送到部队去测试，符不符合部队的需求。那这小测试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张图片我们萧副总统的那个四足机器人，也就我们所谓的机器狗啦，也是在里面啦然后你还包括水下滑翔机。水下滑翔机基本上它是做侦测的它是水下底下，然后里面我们还有那一个无人机光纤无人机。所谓光纤无人机就是
顾立雄说的细流，它会用线牵的，能够让你维持强而久的那一种电力，好，让你能够滞空会久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它所谓的轻兵器啊，其实轻兵器的火控系统基本上是针对反无人机使用的轻兵器无人系统啊。那另外这个是属于小批次，买完了以后交给部队测试，如果测试它具备符合部队需求的话，它可能就会去跟厂商继续谈的，可能是大量采购的问题了。那另外原型开发它就是一个卫星 AI 自动辨识，就等于说你在上面的时候，利用 AI 去不管你海上的军舰的那一种整个的辨别，还有那一个你的军事基地的辨别等等的辨别啊，那这个是新型的。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在2025年的2月就开始，然后2025年的10月9号，其实它已经选商完成了。好，评选厂商完成了，他就预定就是要在今年开始实施的项目，这也是就等于是国防创新小组里面今年最大的几项任务。OK， 在未来那所有这些那对于台湾防卫自己那能够起到什么样一些的效用，那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是可能你会更关心的是。对，2月24号立法院开议以后，刚才来宾所讲那些场景会不会出现？如果会出现，到底该怎么办？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所有来宾，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